大多数投资者都有追涨杀跌的本能，他们往往在牛市高位才开始投资。比如说2024年11国庆假期的时候我们知道迎来一波小牛市，当时开户的人数激增。但最可惜的是这些在高位进入的投资者上涨没有享受到，亏损却是一个都不落下的都吃到了。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估值指标的概念，这对指数基金投资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要学习估值指标呢？先跟大家说一个悲伤的事实，国内大多数投资股票基金的投资者都是亏损的。股市里有一句老话叫做7亏2平1赚，也就是说70%的投资者都是亏损的，20%的投资者不赚不亏，只有10%的投资者他是赚钱的。这是真的吗？这个有数据支持吗？确实是有数据来证明的。我们知道有个网站叫雪球，上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个球友构建一个全部由货币基金构成的组合。虽然货币基金每年的收益只有2%左右，风险低，收益也很低，但是这个组合居然跑赢了雪球上73%的其他的组合。那这就说明了大多数人的投资收益率连货币基金的收益率就都达不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原因其实挺简单的，大多数投资者都有追涨杀跌的本能，他们往往在牛市高位才开始投资。这些在高位进入的投资者上涨没有享受到，亏损却是一个都不落下的都吃到了。说的也是像我们很多人买菜买衣服都是最喜欢去挑便宜的时候去买，但是买基金呢反而就喜欢越上涨它买的越多。那怎么判断一个指数基金它到底是便宜还是贵呢？是这就需要用到估值指标了。估值指标就是衡量股票内在价值的指标，通过它可以快速的判断股票的价格与内在的价值之间的关系。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吧。什么例子呢？假设有个银行的理财产品，投资12个月，预期投资的收益率 2.5%， 这个收益率它就是一个估值指标。这就表示利息与本金之间的比值。比如说你投资了10万块钱，那么12个月之后你就能拿到2500块钱的利息。你就是想说，如果是两个理财产品，如果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肯定是要选收益率更高的会更好。那指数基金它的估值指标又有哪些呢？指数基金它有3个最基本的估值指标，分别是市盈率、市净率和股息率。对于大多数常见的指数基金只要掌握的这3个指标就足够使用了。那先说第一个市盈率吧。好的，我们先说第一个市盈率，简称 PE， 它是最常用到的估值指标。它的计算方法就是股票的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比如说一家公司的股价100块钱，每股的收益是10元，那么市盈率就是10倍。一般来说，市盈率越低，代表投资的价值可能就越高。它就是一个除以的一个算法。那市净率又是啥呢？市净率计算的方法是股票的价格除以每股净资产。比如说一家公司的股价50块钱，每股净资产25元，那么它的市净率就是2倍。那这两个算法也差不多那股息率又是什么呢？股息率计算方法是用年度股息除以股票的价格。比如说一只股票价格是100块钱，每年分红5块钱，那么它的股息率就是5%。介绍了这3个指标，可我还是不太懂，这3个指标我们要怎么去用它呢？可能上面的介绍比较官方，那么我就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给你再介绍一遍吧。市盈率就好像你买一个赚钱的机器，假设说这个机器一年能赚100块钱，那么它现在的价格是1000块钱，那市盈率就是10倍。这就意味着你要等到10年才能回本，市盈率越低，理论上回本时间就越快。好像有点明白了，那肯定是市盈率选的低一点就会好一些，好像回本会更快一些那市净率呢？市净率
假设你要买一个二手的手机，这个手机原价是1000块钱，那么现在只卖800块钱，那么市净率就是 0.8 倍。市净率告诉你如果低于1，那就你买到的比它的原价要便宜，高于1就说明你付出的溢价。那岂不是和市盈率一样，要选越低的越好吗？那最后一个股息率呢？股息率就好像把钱存银行得到了利息一样，你买1万块钱股票，每年公司给你分红500块，那股息率就 5%。当然这个数值越高，就说明分给你的钱就越多了。那这个数值肯定是越高越好啦。是的，最后你要记住一个要点，这3个指标要一起看，不能单独看。就好像买房子一样，你要看地段，要看租金回报，同时也要看它的升值空间，综合3个要素才能判断这个房子到底值不值这个价格。那这下子好像就会清楚一些了。那今天学习了这3个专业的名词，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吧。好的，那我们总结几个要点吧。第一大多数投资者亏损的原因就是因为追涨杀跌，在高位的时候买入。第二个，估值指标能快速的帮我们判断这只基金现在是否处于便宜的状态，能不能买入。第三常用的估值指标有3个，分别是市净率、市盈率和股息率。这3个指标市盈率越低越好，市净率小于1，说明你买到的是便宜的，而股息率当然是越高越好。不过这3个指标要一起看，不能单独的看。那我们今天总结就结束了。如果大家觉得今天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投资心得。好的，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我是建平，我是艾拉，下个视频再见，拜拜。拜拜。